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阿段。上一期咱们说完任天堂游戏卡带的分销结构后，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九州两件团队如何利用 CD-ROM 彻底改变游戏市场的商业格局。Mask-ROM 的最大缺点在于无法准确预测销售量，这对于游戏开发商、软件零售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棘手的问题。对于游戏开发商而言，这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如果产品销售火爆，开发商会面临缺货的问题；而如果产品销售不佳，则会积压大量库存。要决定游戏卡带的最终生产量，游戏开发商必须提前3个月预测市场趋势，但往往没有人是能够精确预测游戏的最终销量。而另一边，门店零售商希望知道游戏产品的最大销售潜力，但热门产品的需求常常超过供应，而销售不佳的游戏产品则会导致库存积压。对于玩家用户来说，任天堂卡带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Mask-ROM 的制造成本很高，导致游戏软件价格昂贵。每生产一份卡带，游戏开发商需要向任天堂支付每份30美元的 OEM 制造费，加上开发成本、利润、风险保险和分销成本，最终游戏卡带的零售价接近100美元。第二个问题是任天堂的定价策略。与任天堂长期合作的九多良木剑指出，任天堂的销售理念是随着时间推高游戏软件的销售价格，不是以实惠的价格发布游戏，而是限制游戏软件的整体数量，确保产品质量有所保证，并在每次主机平台升级时提升游戏卡带的价格。当时8位红白机的游戏价格约为40美元，而超级任天堂的游戏卡带价格接近100美元一份。这些都是任天堂高层坚持维持游戏卡带高价格导致的结果。九多良木剑对此的看法是，从终端用户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荒谬的。对于父母来说，每年12月底和1月初游戏卡带价格上涨是一件烦人的事，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只能用有限的零花钱购买少量的游戏。于是聪明的孩子们采取了一种游戏方式，快速通关游戏，然后在其二手游戏价值高的时候在二手软件店出售。不久，小学生们用几千日元交换二手游戏卡带已经是司空见惯，因此零售商、店家就引入了一项规定，要求青少年在出售游戏卡带前必须携带家长签署的同意书。九多良木剑当时就意识到，这种荒谬的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就是在这样游戏行业接近崩溃的零售和分销系统背景下，索尼开始找到适合 PlayStation 的正确分销策略。如果索尼要将 PlayStation 推向市场，其游戏软件必须满足3个市场参与者，他们分别是游戏开发商、零售商门店和最终玩家用户。此外，索尼高层方面还必须制定正确合理的销售策略，使零售商门店能够做出准确的销售预测，并且游戏的定价要让用户买得起，即使是小孩子也愿意花零花钱购买他们的游戏。是否有一种解决方案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呢？唯一的答案就是采用 CD-ROM 作为存储媒介。在任天堂和索尼联合开发主机项目时，九多良木剑一直努力说服任天堂采用索尼技术。当时九多良木剑首先考虑在联合开发主机项目中使用 CD-ROM。那个时期的主机市场风云叵测，市场上传言世嘉即将推出新一代16位游戏主机，而 NEC 日本电器公司也计划进入主机游戏市场。这些市场上的传言和消息使任天堂感到了危机。因此，索尼和任天堂决定召开一次联合会议，讨论下一代任天堂主机应该采取何种策略。这场会议于1987年6月16日开始，在位于东京和京都中间静冈县的度假村中举行，为期3天，期间双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是在那时，九多良木剑向任天堂高层提议，他们的游戏机应该使用 CD-ROM， 而不是使用 Mask-ROM 作为存储媒介。在会议上，任天堂方面认为 Mask-ROM 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未来也可以逐渐实现大容量化。因此当时并未达成明确的结论。在1989年左右，任天堂的超级任天堂主机开发进展到一定程度时，九多良木剑再次提出建议，希望任天堂能够采用 CD-ROM 而不是其他存储媒介。然而由于此前任天堂在 FC 磁盘适配器上的失败经验，任天堂对 CD-ROM 技术依然持消极态度。最终任天堂方面表示，那么 CD 系统就交给索尼方面来做吧。
因此索尼开始认真开发与超级任天堂主机兼容的 CD-ROM 系统。到了次年，索尼和任天堂两家公司的总裁签署了有关 CD-ROM 系统的联合开发协议书。这份协议后来导致了1991年6月2日在 CES 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任天堂与飞利浦突然发布了与索尼不兼容的 CD-ROM 系统。因此久多两木间关于 CD-ROM 的想法其实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和努力。大家可能好奇，为什么一直以来久多两木间会坚定选择 CD-ROM 作为游戏机的存储媒介呢？首先，相较于 Master-ROM、CD-ROM 制造成本显然更加廉价，且存储空间更大。此外 ，CD-ROM 还具备多媒体优势，能够同时使用图像、声音以及其他数字数据，这使其非常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如果是作为游戏软件供应媒介，将具有极高的战略潜力。久多两木间的团队战略性的利用 CD-ROM， 他们不仅仅关注 CD-ROM 所具备的基本特性低价格大容量，而是通过对 CD-ROM 进行多角度的运用，充分发挥其潜在的战略价值。显然，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光盘彻底变革游戏分销系统。其实，在久多两木间之前，也有将 CD-ROM 作为媒介使用过的例子，例如世嘉曾经推出过的 Mega CD， 以及 NEC 曾经推出过的 PCE 等。在久多两木间之前，并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将 CD-ROM 作为变革游戏市场分销系统的手段来进行使用。在 PlayStation 没有发售之前， CD-ROM 作为游戏载体的运用范围相对有限，仅在某些特定市场中使用，且发行还是主要依赖原有的 Master-ROM 卡带的发行渠道。然而 PlayStation 有意识地强调了 CD-ROM 的优势，并试图将其作为改变市场的引爆点来使用。CD-ROM 作为游戏媒介的出现正是基于这种明确的目标。久多两木间的团队首先突出了价格的吸引力，他们认为使用 CD-ROM 可以降低游戏软件的价格，这不仅能满足玩家用户的需求，更被视为改变市场的引爆点。久多两木间知道，降低游戏价格将成为与现有格式竞争的有力武器。其中一个切入点就是二手市场。在当时，对于终端用户来说，二手市场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热门游戏作品很快就会售罄，留在店铺里的只是那些卖不出去的游戏产品。因此，玩家用户只能通过二手商从其他用户手中收购，再流入二手市场的方式来获得热门游戏。就在久多两木间认为这种销售模式非常不合理时，佐藤明突然灵光一现说道，这不就是 Master-ROM 商业模式的最大弱点吗？如果我们能创造出一种环境，让消费者们可以随时以低于二手卡带的价格购买热门游戏，而且让我们的新游戏比任天堂的二手卡带游戏还便宜，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击败任天堂。以超级任天堂的游戏为例，定价1万日元的游戏软件，在二手店以5000日元回收，二手商再加上2000日元的中间利润，以7000日元重新销售。如果我们的新品游戏定价低于7000日元，我们就能击败竞争对手。而且如果那些原本不断在二手市场中流通的游戏能够被我们新品游戏取代，游戏厂商原本被二手市场吸走的利润也可以回到自己手中。久多两木间认为，佐藤明的想法是一项非常具有战略性的计划，这是通过冷静分析市场现状而找到的最佳价格区间。因此他们决定将 PlayStation 的游戏定价设定为5800日元左右。要打破过去的弊端，就必须确保新品游戏更加便宜，这完全是战略性的做法。即使游戏价格降低了，如果利润也减少，那么对于游戏开发商来说， CD-ROM 的吸引力就会减半。因此即便 PlayStation 的游戏价格降到原来卡带的1半，他们必须建立一个使游戏厂商能够获得稳定利润的商业结构。回想起来，关于 PlayStation 的商业策略可以说是连续的组合拳。如果 3D 技术和开发库是面向创作者的策略，那么针对经营者的策略则是将 CD-ROM 作为游戏软件供应媒介所带来的经营优势。久多两木间那时经常对游戏开发商说这句话，我们可以让游戏变得更便宜，你们也会赚到很多钱。低成本意味着低投资。举个例子，以 Master-ROM 为例， OEM 的制造价格为每份3000日元，生产1万张卡带需要3000万日元，生产6万张卡带则需要1亿8000万日元。
而在 PlayStation 的情况下 ，CD-ROM 的一张制造成本为900日元，生产6万张的成本仅为5400万日元。接下来考虑的就是利润的问题。超级任天堂的游戏定价是1万日元左右，而相比之下 ，PlayStation 的 CD-ROM 的成本远低于此，所以 PlayStation 的游戏定价可以在5800日元左右。尽管游戏销售价格降低了，但通过巧妙的商业体系设计，游戏厂商的毛利并不会下降，甚至还可能增加。而索尼分销系统的总体框架将与行业惯例保持一致。这就是 PlayStation 项目的精妙之处，无论是新技术、新媒介还是新的营销策略，一切都基于此前的任天堂常规做法进行调整和创新。接下来，九多两部件团队还会在哪些营销战略方面做出改进呢？而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一期视频中揭晓。制作视频查找资料不易，如果您喜欢主机游戏发展历程，不妨在 YouTube 和 B 站关注阿段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